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野村与高盛一起削减中国股票目标，短期缺乏催化剂。南华早报，我们的目标仍然表明，中国今年年底前应该会表现出色，但短期缺乏催化剂。由于复苏停滞不前，基金变得看空，高盛再次下调中国股票目标。在4月和5月，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连续下跌，将恒生指数从1月27日的峰值下拉了超过 20%， 短暂进入熊市区域。MSCI 中国指数跟踪国内外715家上市公司，从同样的峰值下跌了 19%， 达到3820亿美元的抛售规模。这次调整让投资者感到不安，并促使他们将更多资金配置到其他表现良好的亚洲市场，如印度和日本。根据高盛的数据，过去4个月内，对中国的头寸已经从1月份的 13.3% 降至 9.1%。中国的损失是日本的收益，因为投资者转向亚洲其他市场。高盛上周将 MSCI 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80下调至70，这是连续第2次调低。此前他们已经调低了盈利预测和市场估值。摩根士丹利也已将其对中国的超配敞口从50个基点降至25个基点，以反映加剧的风险。与高盛一样，野村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也更倾向于在中国内地交易的股票，而不是在香港交易的股票，原因是盈利增长和内地流动性更好，而且国家对某些重点推动的行业提供支持。我们还预计中国的决策者将在6月下旬或7月初加大宽松措施，并预计消费驱动的复苏将在2023年下半年扩大。摩根士丹利的中国首席策略师 Laura Wan 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市场已经触底。与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南华早报，中国在岸股市正受到官方媒体的宣传，因为外国投资者因复苏担忧弱于预期和不确定的美中外交而逃离市场。国营的经济日报声称，中国经济和流动性状况将有助于维持股市。经济日报暗示市场已经触底。这与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连续第2个月撤出在岸股票相吻合。因此，以敦促监管机构通过放宽对保险公司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限制来鼓励机构流入。美国投资银行野村证券 Nomura 加入高盛 Goldman Sachs 的行列，削减了对中国股市的目标。此前，中国股市经历了3820亿美元的抛售。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根据股权风险溢价和月度新基金销售疲软等历史数据，中国股市接近见底。公募基金的申购额连续2个月下降到不到1000亿股的多年低点，这通常是市场见底的前兆。上海证券报敦促主要公募基金公司在个人投资者中进行更多反向投资的宣传。该报在周一的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在熊市情绪中的逆势购买通常会为股权型基金的持有人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摩根士丹利在周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流动性支持和较少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本地货币贬值风险，该行更青睐于人民币交易的股票，提高了对沪深300指数的年底目标，同时将恒生指数的目标下调了 12%。高盛上周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自2023年1月底达到峰值以来，对中国的对冲基金净配置继续下降。同时，互惠基金数据还显示，跨各类资产组合的基金近几个月来都减少了对中国的敞口。这家美国公司在提及沪港通计划时表示，最近的连接资金流动速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自4月以来，除中国外的地区外资购买力量有所增强，以北亚和印度为主导。中国有针对性的刺激措施，放缓只是一个小插曲。彭博社周一显示，服务业活动进一步增长。摩根士丹利表示，第2季度复苏的放缓只是一个小插曲，他们预计全年增长率将达到 5.7%。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政策将继续提供支持，北京可能会放宽房地产规定，在基础设施上再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约1410亿美元，并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消费者激励措施。近期对政府采取更有力措施刺激复苏的呼声有所增加。上周，令人失望的数据导致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尽管6月2日关于房地产放松措施的消息有助于提振当地股市的情绪。阅读更多有关措施的信息。中国考虑推出新的房地产支持计划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建筑股下跌，
新的支持措施未能提振市场。中国计划延长电动汽车税收优惠政策，因销售增速放缓，中国持续疲软的房地产市场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麦格里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国经济学主管胡红表示，央行仍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未来几周内可能会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他说，需要更多的宽松措施来稳定经济。他补充说，考虑到4月和5月的疲软数据，我预计未来几周将出台更多的宽松措施，包括降准、加大基础设施支出和放宽房地产政策。他补充说，虽然6月降准的可能性非常大，但由于美联储仍在加息，降息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年没有降息，北京方面也不愿意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担心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后的金融稳定风险。澳新银行的高级中国策略师邢兆鹏表示，北京不希望过度刺激所谓的旧经济部门，如建筑业，而是将支持重点放在新兴行业，如电动汽车。他表示，国务院的措施与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一致，会议上高级官员承诺加大对私营部门的支持。邢兆鹏表示，降息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今年仍有可能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会降低25个基点。港交所考虑创业板改革，以便科技初创企业在香港上市。南华早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HKEX 是亚洲第3大股票市场运营商，该机构正在进行第2层交易所的上市改革，以便为中小型企业和科技初创公司提供筹资机会。香港金融服务及财政事务局局长许敬瑜在周一的会议上告诉立法会议员 ，HKEX 目前正在研究海外和内地的潜在改革 GEM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的方法，并收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咨询文件，以征求有关 GEM 上市改革的意见，其中包括更加重视将该平台转变为科技公司的筹资渠道。许敬瑜表示， GEM 的上市改革是 HKEX 为吸引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并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做的一系列变革之一。我们希望这些改革能更好地满足所有公司，包括早期发展阶段的创新初创企业的筹资需求，并为创新和科技发展做出贡献。许敬瑜表示， GEM 前身为创业板，是香港交易所的第2层交易所。成立于1999年的 GEM 旨在允许不符合主板盈利要求的公司筹集资金。目前 GEM 有334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为780亿港元，仅占香港交易所总市值的 0.2%。香港交易所前任总裁通过澳门将境外投资者与内地中国的小型企业联系起来。GEM 已经超过2年没有新的上市公司了。去年1月 Grand Power Logistics Group 最后一家筹集了5550万港元。GEM 改革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许多内地小型科技公司更喜欢在深圳或上海上市，以获得更好的估值。吸引他们在 GEM 上市并不容易。富达证券董事总经理谢明光表示， GEM 改革是香港交易所今年加强地位的又一举措。此前该交易所在今年3月在上市规则中增加了第 18C 章节。新的章节允许估值至少达到100亿港元的公司在注册销售之前发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而如果他们在 IPO 前的财年中销售额至少为 2.5 亿港元，这个门槛将降低到60亿港元。许敬瑜表示，第 18C 章改革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全球创新企业首选上市地的地位。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要求是全球最严格的之一，要求一家公司在上市前3年内至少实现8000万港元的累计盈利。第 18C 章改革是自2018年4月以来香港交易所最重大的变革，当时允许具有多重投票权和无收入的生物技术公司上市。许敬瑜表示，自2018年改革以来，截至2023年3月，香港新增了86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已经筹集了超过5800亿港元的资金，占同期香港 IPO 筹资总额的 40% 以上。其中有56家无收入或无利润的生物技术公司筹集了1160亿港元，使香港成为全球第2大生物技术公司上市中心，仅次于纳斯达克。许敬瑜还指出，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截至2022年12月，8家虚拟银行共有190万个账户，存款总额达300亿港元，而4家虚拟保险公司发出了92200份保单，总保费超过 6.57 亿港元。香港于2019年颁发了8个所谓的虚拟银行牌照，并于2018年颁发了第一个仅限在线的保险牌照，推出了多项金融科技计划，以超越新加坡和伦敦等竞争中心，吸引更多投资。
许靖宇表示，自2022年6月1日证监会启动了虚拟资产交易的新许可制度以来 ，InvestHK 已收到来自中国内地和其他市场的90多家虚拟资产公司的咨询，有意在香港设立机构。此后 ，InvestHK 已帮助57家金融科技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总投资额达26亿港元，创造了650个新岗位。许靖宇表示 ，InvestHK 是香港政府负责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中国量化分析师在 ChatGPT 狂热中加倍压住人工智慧。路透社上周，总部位于北京的资产管理公司智山投资表示，将在所有产品中部署 AI 机器人 Cybertron， 并利用它来重塑其投资方法论。百恩特资本的冯阳更有雄心壮志，希望让机器人完全掌控投资过程，从数据分析和预测到决策和执行。这家总部位于南京的公司采用高频交易策略，只招募计算机科学家，而非华尔街交易员。冯阳表示，与人类相比，机器人在预测未来1小时内股票走势方面表现得更好，因为机器学习正是为了做出这样的预测而设计的。尽管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引发了人们的兴奋，但开发和采用强大的 AI 服务的竞赛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安全和就业保障的担忧。监管机构正在寻找应对生成式 AI 技术影响的方法。在中国，阿里巴巴 9988HK、商汤科技 0020HK 和百度 9888HK 等科技巨头加大了对 AI 的投资。监管机构于4月份发布了草案，增强对这一技术的监管权限。CFA 协会的高级研究主管 Larry CAO 提醒说，这种技术可能会威胁到那些在数据易于获取的领域工作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的工作。CAO 表示，如果你只是告诉人们别人都在说的故事，你的附加值是什么？我可以问问 ChatGPT， 对吧？它是一本新出版的关于如何将 AI 和大数据应用于投资的手册的编辑。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明天的事情。资产管理，中国与私募股权合作。金融时报根据监管档，包括国家外国资产管理总局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中国投资者已向包括英拓、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和 BC Partners 在内的数十家西方收购集团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这些基金使中国国有基金能构建接入股从医疗、保健到工业等多个行业，同时避免西方政府和监管机构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努力。私募股权高管表示，间接投资不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因为中国投资者通常没有投票权或董事会席位。然而，监管机构和西方政界人士继续研究与中国的私募股权关系，因为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英国养老金救生艇能拯救股票吗？金融时报托尼·布莱尔研究所 Tony Blair Institute 的一份报告呼吁英国养老保护基金 PPF 与绩效基金合并，创建一个高效的超级基金，更多的投资于英国，特别是股票。PPF 是公司破产时固定收益计划成员的后辈，但论文作者建议他承担绩效资金，并且更像是一个固定缴款计划。受加拿大的启发并反映了荷兰正在讨论的提案，这些计划已被英国财政大臣纳入一系列养老金改革。为什么人工智慧热潮不是互联网的重演？金融时报据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称，人工智慧 AI 在市场资本中的崛起是一种健康的现象，与围绕互联网泡沫的戏剧性炒作不同。人工智慧作为类比人类智慧的工具的出现，引发了市场的嗡嗡声，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将其纳入其运营中。这种嗡嗡声有可能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人工智慧有能力提高流程效率，并说明工人发明新技术。然而，专家建议，人工智慧也可能推动失业。离开大银行的顾问找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援。加拿大环球邮报希望离开银行拥有的公司转投独立财富管理公司的顾问，应该在跳槽之前研究他们从前者那里获得哪些服务。独立公司提供的支援服务各不相同，从类似的支持服务结构到根本没有内部专家。银行拥有的交易商为顾问提供内部支援，但需要付费。顾问需要在做出选择之前确定他们优先考虑的服务。对于希望独立工作的顾问来说，准备利用外部专业人士可能是一个优势。Leaf Wheeler Investment Council 的负责人兼投资组合经理 Dallas Seitz 表示，受巴菲特启发的 ETP 将创新置于热门位置。金融时报 Arcanum Asset Management 推出了一款活跃的交易所交易产品 ETP， 旨在投资与沃伦·巴菲特投资生涯相关的股票和基金。
巴菲特增长 ETP 的收费结构使该产品受到批评，因为它不仅收取年度管理费，而且还收取 10% 的高水位现绩效费。该 ETP 对杠杆股票2倍多头伯克希尔哈撒韦 ETP 的权重为 20%， 但建议日内持有，其长期回报仍不清楚。英国 Mondi 取消 1.17 亿美元的交易，出售俄罗斯最大的工厂。路透社，英国包装和造纸公司 Mondi 已经退出了一项950亿英镑 11.7 亿美元的交易，将其最大的俄罗斯工厂出售给俄罗斯亿万富翁维克多·哈里托宁 Viktor Kortonen 拥有的投资工具。纸浆、包装纸和未涂布的精细造纸厂的出售已于2019年8月达成一致，但 Mondi 表示在寻求批准方面缺乏进展。该公司股价周一下跌 2%。然而 Mondi 补充说，他仍然致力于出售该工厂，并将考虑所有替代撤资选择。日经指数突破32000点大关，在华尔街飙升中触及33年来的新高。日本时报，日经指数周一早盘升至33年新高，高于32000点线，受上周晚些时候美国股市因5月份就业数据强劲而飙升的提振。日本企业为提高股东回报所做的持续努力也支撑了市场情绪。日本央行将于6月15日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与 MBSP， 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将石油市场带回未来。彭博观点，1980年代，由于石油市场的动荡，碳排放量持续下降，导致第二次石油冲击，燃料油转移和投资低迷后需求下降。沙烏地阿拉伯最近试图限制其原油供应，以增加市场的稳定性，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事实上，该国已将其原油的日产量削减了100万桶，使其与现任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王出生之前的趋势相呼应。全球能源转型也推动了这一进展，进一步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然而，沙烏地阿拉伯最近扭转供应限制令人担忧，因为未来世界可能会不再想要这样一个王国必须出售的东西。印度股市因美联储暂停加息的希望而开盘走高。路透社预计印度股市本周开盘走高，因投资者预计印度储备银行周四将维持利率不变。在积极的经济增长和工厂产出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印度基准指数 FT50 和标准普尔 BSE Sensex 连续第2周上涨。新加坡 NSE 交易所的印度股票期货上涨 0.46%。与此同时，投资者正在关注空中客车公司向 Interglobe Aviation 的 Indigo 出售创纪录的500架载体 A320 系列喷气式飞机的交易，以及对阿波罗在其在现运营中的2亿美元股份的投资，以及塔塔集团1300亿美元的锂离子电池工厂的投资。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